欢迎两位啊！谈恋爱多久？快1年了。快1年了啊！幸福吧？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还好，就后面就基本上每天都要吵一架。是这样的，就是他经常吧，就是说总问我一些关于我和我前任的问题啊，然后这些问题吧，就是说我回答是，也不对，不是也不对，然后我说我忘了，不确定。也不对啊，然后有的时候还经常说我招蜂引蝶，然后还说我不够关心他，所以说最近经常都在吵架然后就很烦，很烦哈。姑娘都问过什么问题啊？之前就有一次吃饭嘛，我们两个吃完之后吧，肚子疼，就有点走不动道那种，然后我就让他背我嘛，背的时候就那么随口一问，我说你有没有背过其他女生啊？然后他就说没有。过段时间我再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就说肯定背过啊，就前后矛盾，知道就不诚实。不是你问他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就突然他背没背你啊？就突然好奇，就想问一下。哎，这是给自己添堵啊！还问过啥问题啊？还有一次吧，就我俩买情侣装的时候，问了一下，就是你跟你前女友有没有穿过，他也说没有穿过。但是后面呢，就是我有一次就登他的淘宝，就在他淘宝订单里面就看到他有买过一些那种情侣衣服啊，还有手表之类的，然后我就揭穿他嘛。你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？你知道他有前女友吗？知道。那不就完了吗？那我就好奇想问一下。不是你好奇什么呀，孩子？他就是心里比较在意这一点，可能有点小心眼吧，就是那你应该找一个没谈过恋爱的，我劝你，这不没事找气生吗？那你没有就是没有，有就是有嘛，你为什么要撒谎呢？你就如实回答不就得了？哎，你有前男友吗？有。你跟前男友穿过情侣装吗？没有。你们俩一起吃过饭吗？吃过。你们俩最亲昵的举动是什么呀？这不是添堵吗？堵不堵？但我就是很堵不堵？我先问你，挺堵的。行，咱这放一边啊。这个其实不是重点，这小子对你怎么样？这是重点。也挺好的，但是他就老对我撒谎。之前还有一次吧，就是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吧，就我让他在朋友圈公开嘛，他说好，他就发了，然后我就想看一下，就下面的评论啊、祝福之类的，然后他就是不给我看，就是不给我看，然后我就感觉不对劲，但其实他就只限制我看了。就是说他没有把你们的关系广而告之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为啥？是这样的，那个时候刚认识没有多久，朋友圈这种东西里面存在的家人以及亲戚朋友之类的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对我们的感情没有说有那么太大的自信，但是我又不想他伤心，所以说我就这样做了。那你可以跟我说啊，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？你没发就没发嘛。所以女生在意的点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为什么欺骗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还做过什么事儿欺骗你？还有一次他瞒着我去参加他前任的婚礼，然后那一天给他发了很多信息，他都不回我，然后打电话吧也不接，就挺担心的，我还以为他出什么事儿了。一直到晚上吧，他才给我回电话，然后回电话他就跟我说一些莫名其妙，咱俩要好好在一起怎么样，就是说以后要娶我的一些这种，就当时我就信了，我还挺感动的。结果后面我就问我说你这一天到底干嘛去了，我都担心死了。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去参加他前女友婚礼了，然后我就心想我说那你参加完你前女友婚礼之后，你跟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就是受刺激了，所以就跟我说受刺激也好嘛，说明他要珍惜眼前人嘛，为什么不告诉人家？我就怕他知道之后然后不好嘛，对吧？后来不是还是知道了吗？后来之后去完回来之后，然后我就跟他讲了，然后那个时候在机场的时候也挺忙的，然后也是为了就是过去嘛。那他在机场他是挺忙的。这怎么又跳到机场那一篇去了？我这从哪儿就到了机场了？机场是天外飞仙这样的，因为他说我招蜂引蝶嘛，就是因为我们两个认识也是在还有招蜂引蝶呢。对，我们两个认识说这还没说呢啊。行我们两个认识是在机场认识的，当时他去年放寒假嘛，然后要去昆明，然后飞到昆明，然后我当时是做地勤的，然后就这样我们两个认识的。我的可能是异性缘比较好，当时就有挺多的女生联系我之类的，然后他就特别的在意，
然后后期经常吵架的时候就拿这种事情翻出来说。哦，他在机场就老是有那种小女生吧，就是问他要微信。天哪，现在女生都喜欢这样的男生是吧？就大家都盯着问他要微信啊，所以你觉得不安全是这意思吗？对，而且他还不懂得拒绝那种，就是对谁都好。就之前有个女生吧，就把他叫出去，然后他出去吧，第二次那个女生还来找他，叫他出去，他还出去，第三次找他，他还出去，这不就是给人家机会吗？就别人就会想啊，就是我叫你出来你还出来，不就是还有机会吗？但是这也都是我们认识之前的事情了，这都是你问出来的是吗？他告诉我的。坦白也不行，不坦白也不行，看见了吗？不都过去了吗？那之后咱俩在一起之后还有呢。啊，之后就我俩在一起抓那个棒棒糖，当时我还在他旁边，就有个女生就过来问他要那个棒棒糖，那为什么他不找别人要呢？当时那么多人就找你了，你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咱们把这事儿说全面啊！你来说说棒棒糖怎么了？这样的就是我们刚吃完火锅嘛，然后出去之后，然后有一个抓棒棒糖的机器，我们两个就在那玩，然后抓了一个棒棒糖。这时候那个女生就跑过来找我要这个棒棒糖。这多大的女生啊？我得问问。差不多算是同龄人吧。现在女孩也够那个的了哈。对，然后过来找我要的时候，当时我握个棒棒糖，我还挺懵的。明明我女朋友在我旁边了，怎么还能找我要棒棒糖？然后看了我一眼女朋友，我女朋友看了我一眼，再看了他一眼。然后他发现我有女朋友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可能他就感觉是我给那个女生使什么眼神，那个女生过来了，或者怎么样，我跟那女生认识。你是觉得他们俩认识啊？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找他，要不找别人呢？哎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把他想的那么，那你干嘛还跟他在一起？你跟他分手得了，姑娘。他长得挺好看的。哎。那就没办法了。要说到招蜂引蝶这一块，我也想说一下啊。他这边吧，就是他也招是吧？也不能说是招，他把我限制说啊，把我微信朋友圈几乎微信里面的异性都删个干净啊，自己里面然后前男友也留着，然后还有一些男的我也不认识也留着啊。然后我俩吵架的时候，当时我是在东北，然后他在南昌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吵架，然后他还去见他的前男友，就是为了气我。这件事情本来吧，就是我前男友他前几天他就跟我说他要来南昌嘛，见个面吃个饭什么，但当时我是拒绝的。然后那天吧，我俩就吵架了，然后我说那我去见我前男友了。但是我那次我去的时候，我还带了我室友，并不是我一个人去的，也没有吃饭，就是见了一下，然后就回学校了。再说了，不只说见前男友这一件事情，你不也是说跟你的同学，你明知道那个男生是在追你的，然后你还跟他出去喝酒，喝酒不说还喝多了，你的室友把你扶上宿舍的。不是，你们都是干什么工作的？这事儿你们都这么了解啊？就从东北，都是怎么说事情之后跟我讲的，就你们还坦诚的跟对方都讲。对，但是讲完之后心里还都是过意不去，经常吵架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再翻出来。是你干的吗，姑娘？但事后我也跟他道歉了，而且那次吧，就是我也跟他说去吃饭，他也同意了。就情况有点特殊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好就是有亲人过世了，有点绷不住，就在我面前哭了，然后我就安慰他嘛，然后他一个人在那喝，那我就陪他喝了点，然后对呀，人家亲人过世难受，人家没喝多，你喝多了。我是那种就是第一次喝白酒嘛，就一喝了一点，我也不知道那么猛，就行吧，搞不懂了已经啊，就彼此还都在乎对方是吧？但是过去那些事儿又都过不去，对啊。小片里好像你说你现在压力也挺大，为这段感情叫什么？付出了许多是吧？还是放弃了许多？给我们讲讲付出了些什么，放弃了些什么。是这样的，因为当时我决定说啊，我要好好的跟他在一起。然后因为我机场的那份工作要调度，南昌调到长沙，但是我因为我女朋友没办法，还是特别的喜欢她嘛。所以说就放弃了我这2年的工作。然后我父母也挺不同意的，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也是班长，就是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。然后我也就是说，还是毅然决然的，就是选择放弃了。然后我要好好的跟他在一起。我在南昌又重新找了一份工作，再重新开始。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？对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对啊，那你说他干嘛呀？不是说我说他，但是他总是拿以前的事情来说我。所以你们俩今天来希望干嘛呢？我是希望他能理解我，能相信我，因为我真的真正的是为了这份感情好，因为我也跟他说过我们以后将来的事情，就是要结婚等等发展我都已经说过了。但是我们平时的时候，他时不时就问我说啊，这个你跟你的前女友有没有做过？然后我说啊，做过。他开始生气，有的时候就想不起来了，然后他就说啊，那你肯定就是知道，然后不想告诉我，然后之后还是吵架。所以你来这儿的目的是希望
让他遗忘以前的事儿，是吧？对。这个控制不住吗？为什么老要问呢？就挺敏感。你现在都知道了，对吧？知道以后，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结论？就是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，就异性缘特别好。你觉得你抓不住他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所以你是想抓住他呢，还是要放手？还是在两者之间犹豫？在犹豫。男生呢？我当然是希望他能忘掉我以前的过去，然后跟我好好的在一起。一个是要牵手到老，一个是忘不掉对方的过去，这可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谁谈恋爱的时候不都是爱得轰轰烈烈，爱得死去活来？如果他对他上一段感情不是那么精心，不是那么付出的话，他对你也同理。所以我就问你一件事情，你知道了答案，又能怎么样？你能让他回到过去不穿情侣装？你能让他回到过去不背前女友？能吗？所以你纠结那么多他的过去，无疑是在提醒他，他当时有多么爱那个女生，无疑是在提醒他，他要拿那个女生和你来做对比。你不就是为了争口气，要证明自己在他心中比前女友重要？但是我们心里明明很清楚，我们谁都有过往，我们能做的是把握住现在和未来，让我们未来若干年后回首，我跟这个男生的这段感情当中是只有我们的回忆，而不是若干年后回首，哎呦，我们两个人每天在一起干嘛来着？哦，在一起净回忆他和他前女友的事儿来着。如果要是用现在的时光和未来的时光去消费过去的时光，你觉得划得来吗？最后一点，男生强调我为你放弃了2年的工作。爱情当中为了对方放弃什么不可贵，可贵的是我为了你创造什么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山岛老师。爱情当中要讲究一句话：置死地而后生。这个置死地是什么？就是对过往已经死心了，对现在身边出现的其他诱惑已经死心了，心已经定下来了，而这个心只在对方身上，这样你们的爱情才可能生根发芽。但是你知道女孩为什么这么没有安全感？其实一开始出问题的是你。2点可以看出来。第一，为什么不能把你们之间的关系广而告之呢？如果说这个状态都没有，你们还叫什么男女朋友关系呢？这就是你心还没有对他全心全意。那你的心在哪儿？那可能就是你参加前女友婚礼的那件事情。所以说那天回来才有情感而发，说我们今后一定要在一起。那会儿可能真正的是你们的恋情的开始。而女孩在这个阶段她受到了伤害，对你的信心已经丧失了很多了。正是因为你开始的不专心，让她造成了这种习惯性的不安全。甚至于那个棒棒糖事件，其实不怪你，她当时敏感了。所以说怎么克服这一点，就是摆在你们面前。你要做出更加的努力去弥补你之前做出的过错。所以说如何走下去，你们俩之后未来怎么发展，在于你们2个人能不能专心专意的一心一意的对对方。所以置死地才能后生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徐总。就女孩是属于占有欲太强，我不仅要占有今天的你，我还要占有过去的你，我不仅要占有未来的你的理想，我还要占有你过去你的回忆，要的太多了。他的过去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觉得最傻的女孩才会天天追着男朋友问说，哎，你过去那个女孩漂不漂亮啊？你们在一起干嘛呀？你给自己找罪受啊。他的过去和你无关，你应该做的是着眼于眼前。我听你反反复复讲，你都没有讲说你今天怎么爱他，除了他好看，你就没有说他哪儿好，你爱他什么，你愿意付出什么，你愿意创造什么，你都没有讲。所以我认为姑娘，你要真的想和他在一起，抬眼看看如今的他，你去评估他对你好不好，他够不够你男朋友的标准，是不是你真心相爱的人，再去做判断。不要和过去较劲，那真的是损人不利己，何苦来着？如果想要爱，咱就认真爱。如果觉得今天的他不是你理想中的样子，你可以走开。总之这份感情可能走到今天不是最佳点，不是最好的时候，但能走多远要你们互相妥协。女孩正是现在，男生全情投入，才有可能会有长久的结果。
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这我想告诉你姑娘，所有那些半途而废的，没有陪你到最后的那些人都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走到最后的那个。你不要心心念念的总想我要当他的终结者。如果现在你感觉你跟他在一起，你感受到了爱，我也感觉挺幸福挺快乐，那你就好好谈下去。如果你觉得我总是想我不值啊，我一天到晚在这儿为后人培养老公，我太划不来了，我是不是会变成他的前任呢？那与其如此，你就不要谈。刚才莎娜说对一个人是否爱不是看他放弃了什么，而是要为他创造什么。我觉得这话说对了一半。在这个舞台上有很多人总喜欢说我为你放弃了工作，我为你放弃了什么什么，其实在这个放弃的背后是因为他恐惧，他本来那事儿就没成，谈什么放弃，说那么好听干什么？而有些人也不一定能够为对方创造什么。我觉得一个人是否爱对方，而是真心实意的为他努力过什么。他努力而不成，这不能怪他。如果他努力为你去改变了，你依然疑心重重，那就真的是你的事情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去在乎那些半途而废的人。如果当下你是快乐的，那你就谈。如果你觉得我太累，我又要考虑他的前任，我又要担心那个拿棒棒糖的女生，那你就算了，你给他自由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中国其实有一句成语讲的挺好的，叫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树是要静，风不止，那是怪树还是怪风呢？我是觉得之所以现在大家对爱情这么矫情，是因为太没事儿可做了，所以所有的事儿都放在这点事儿上。但是我想说，聪明的男人和聪明的女人，请你们不要盯着对方的过去，因为那是给你添堵。人就是要克制人性本身的一些东西。好奇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，因为好奇我们学习，但是因为好奇你爱的人或者对方的隐私，尤其他过去的那些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搁谁都有点过不去。所以聪明的人是不问，既然问了，就当不知道吧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咱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是怎么对你的，我想你心里应该也比较清楚。咱们未来我规划的也很长，我身边的事情我都会放下，我的世界当中只有你。那你就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，然后总感觉就是很多女生都想追你，然后就感觉抓不住那种。请你相信我，我们在一起的未来真的还有很长，我真的是很认真的看待这段感情的，请你相信我。来吧，打开你们爱的记忆箱吧，来。来，站上来，请站上来，拿上来。女生给男生放的是什么呀？是一个伊贝10的洗面奶。哦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俩认识就是因为这个伊贝10洗面奶相识相恋的。当时他在机场打包速，然后我就去坐飞机，然后就拿这个去打包，到他那里办业务，然后就留了微信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他那些招蜂引蝶吧，我就感觉就像是他身上的脏东西一样，希望就是用这个洗面奶可以把他身上那些异性缘洗掉。男生送女生的是什么呀？是我们爱的记忆吧，就是我们曾经一起走过了南昌、天津、北京，还有一起回过东北，然后我们一起吃了几十种的地方小吃，还有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的一些记忆。我最后提醒你啊，如果以后还想继续好的话，有些东西就不要那么强调了。如果你们还想继续好，请在心里面给一个明媚的他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
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我会成全你，我会从容你。谁要欺负你？来吧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，有请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请你相信我。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，请在我的心中。来，请亮灯。你让我坚强的理由，原来在你。女生啊，与其相信他，不如相信自己呢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，祝你们幸福啊！